你竟然也会主动来见我，或者说，你竟然愿意离开乌拉尔山，这还真是出人意料。5月份的那一次，你回归圣痕空间的时间未免也太长了些。所以，是你找到了能躲开我的手段，还是说……难怪你那时候会毫不犹豫地举起枪来。在这附近，我见到了不止一位觉醒者，虽然都是孩子。我说过自己是个生意人，一物抵一物。我知道，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。哦，有何贵干？我可以接受你的提议，加入你们的组织，但却需要一物抵一物。首先纠正一件事，我没有能够躲开你的手段，所以反过来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或许没有你无法找到的人。倒也没有那么轻而易举，不过我能猜到你要找的人是谁，这就是你的条件。我不需要见到他，你只需要为我确认他的现状。哼，这么简单的事，也值得你屈尊于贵来和我做生意吗？既然你想一码归一码，实话说，对世界蛇而言，即使另一位集群对我们的态度比你要恶劣10倍，但你确实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，所以这交易多少有点不公平。既然如此，告辞。哎，请留步，你还是不喜欢听人把话说完呢。虽然作为交易会让我感到不公平，但作为老朋友，帮忙我还是很乐意的。帮忙？是的，比起加入世界蛇成为我们的同事，我更想让你欠我一个人情。不必担心，我很少给出过分的要求，况且我需要你的那一天也未必会来。请把它理解成孵化某种存在的请求吧，你会擅长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痛快，看来你挺有做生意的天赋。灰蛇，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，我也曾转录过很多不同的你，那些编号就是他们的名字吗？当然，我也不例外。1904，我已经是相当陈旧的型号了。只是我有些意外，你竟然会对这种事感兴趣。没什么，我只是在尝试用别的方式记住我所看到的一切，只是尝试罢了。那么，再见了，1904。如何？已经3个小时了，你的确不准备说些什么了吗？这里风很大，我的伞没有你想象中那样耐用，
更多时候，它只是凸显我气质的装饰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在你向我提出那笔交易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死去了，所以我才会耗费这么长的时间。寻找一个人容易，活着即是破绽，但墓碑却不然。如你所见，一切已经盖棺定论。啊，我懂了，那个孩子，对吗？他没埋在这里。放心，我做事一向有始有终。姑且打听到了一些那个孩子的下落。据说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天，这位母亲独自哭了整整1个下午，似乎是在为很多人感到悲伤。他很看重承诺。很好，你终于说话了。所以，你想让那个孩子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还是消失在人海？如果是前者，我可以继续卖你些人情。他还活着？看来你并不确信，很值得意外吗？他的抗性怎么样？像他妈妈吗？不，他毫无特殊之处。别说在伞下靠近你3个小时，恐怕刚刚记住你的样子就得一命呜呼了。感到遗憾，对吗？与你产生的种种联系，对那个孩子来说，并非一件礼物，甚至恰恰相反，是一场诅咒。你今天的俏皮话未免太多了。我还以为我们是老朋友，还是说你更喜欢那些编号比较新的灰蛇？我猜在你看来，西伯利亚的环境过于严酷，一个需要靠吃药维持自己生命的母亲，她不太可能顺利生下孩子，对吗？可惜那个活下来的孩子恰恰非常普通，身上的特殊性少得可怜。我设法收集到了一点他的代谢样本，哪怕只是接触一般实验量级的崩坏能，他也有可能留下终生残疾。而除非……算了，那种情况不值一提。你怎么知道？你难道认为一个普通人能够成为律者吗？灰蛇，你知道迄今以来，我已经转录了多少人生吗？由我给出并收回的圣痕，又已经有多少？与圣痕计划相比，那个数字不值一提。你搞错了，我不是要向你表明自己的伟业。对于结束的故事，我有义务将其保留，哪怕这样没有未来可言。但在记录了那么多人生之后，我只发现了一件事：理念，它总是能悄无声息地塑造现实，却很难有相反的情况出现。圣痕能够轻而易举地改变一个人类，但人类改变圣痕的例子，我却从未见过。你认为那个人做到了？我无法确认。眼下的情况，我甚至已经无法再做到将它转录，保留所有。但既然你说那个孩子与普通人相差无几，灰蛇，恐怕我的确错了，而且已经错了太多。这可就见仁见智了。
我也没准备说服你。所以，灰蛇，在圣痕计划真正完成之后，我会怎么样？首先，所谓的第16版圣痕计划未必会被执行。我的某位同僚仍在探索实现第1版的可能性。当然，如果你选择加入，他不会知晓有另一种方向也在同步进行。说到底，我并不希望他冲到你面前自行送死。这是你们的自由。那很好。哦，顺带一提，你加入组织后的代号也是由那位同僚给出的。羽兔，或许是种巧合吧。他完全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，却给予了你羽化这一祝愿。我不会妨碍你们的制度，但我也只会用米斯特林这一个名字。而且，最初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。答案是，就像他的祝愿一样，你的诞生毕竟只是一个意外，存在于此的是一道侵入现实的虚数观念，而非真正的圣痕生命。在圣痕计划正式启动时，作为验证实验的一环，你将得到一个转录自身的机会，彻底消亡，而后羽化重生。与计划在其他对象上执行的操作不同，转录自身所得到的结果，它会拥有和你一样的形体以及近似的能力，但归根结底已经不是同一个意志。此刻的缠身恶咒自然也会不复存在。他将知晓你的过去，但这一切对他而言只会像是风中的歌谣一般，不会带来太多触动。重生吗？看来羽兔这个名字似乎更适合留给他。当然，如果他同样喜欢米斯特林，那也是极好的事。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知道自己有一次真正死亡的机会，也就足够了。那么，在那之前呢？世界蛇并不缺少幽禁人的场所，也完全有能力解决你催生的崩坏兽，甚至于，你看，我仍然是那个1904，在与你接触了一段时间后，虽然难以普及，但世界蛇不也慢慢取得了回避你影响的能力吗？但过去的事，对我来说并没有真正过去。这我当然明白。既然以沙尼亚特为名，你绝不会因为找到了改正的方式，就将过去的罪业一笔勾销。还是让我们说回组织本身的事吧。在极少数情况下，世界蛇也会委派给你外勤工作，当然是在你自愿的前提下。例如呢？例如你现在要去做的第一份工作。就这么迫不及待？当然，因为工作的性质有些特殊，世界蛇需要人赶去阿拉斯加的御空河口，利用一个难得的机会去考察一个类似的存在。类似的存在？和谁？你一直活动在西伯利亚，对于外部的崩坏或许知之甚少，但在律者当中的确存在一个异常顽固的存在，具有和你相似的特性。我没兴趣。听完再拒绝倒也不迟。事实上，正是因为有他珠玉在前，我们才会在发现你之后立刻设法招揽。他也是杀人如麻、为人所恨的怪物吗？不，恰恰相反，他受到无数人敬仰，
甚至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传承。看，我说过了吧，听完再拒绝倒也不迟。凭什么，对吧？少废话，你指的到底是谁？他和你一样，拥有一个人类的名字，但大多数时候，人们称呼他为逆商盟主，理之律者。